今天是给大伙带来的是《圣灵传说》。这个《圣灵传说》啊，这个游戏呢，我曾经解说过人脑速通啊，什么人脑教程，包括 TAS 速通。这次呢，给大伙解说的不是TAS 速通最快的，但是呢，也可以说是最快的。在这里跟大伙讲解一下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圣灵传说啊，咱们有一个 bug。它可以通过暂停换人加快速移动，然后可以穿墙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只要穿墙的话呢，就可以快速通关。这个呢，用到了 bug，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小狼啊有点无聊，确实很无聊啊。当然呢，这个游戏剧情不是很完整。而这次呢，咱们这个 TAS 作品呢，也是GXQ 打的啊。这个作品呢是这个作品呢是14分钟13秒吧啊，就通关了。游戏呢是有4个主角作为人物的，哪4个呢？就是第一个主角小铃铛啊，就是这个圣灵。第二个呢是我管这个叫小龙，这个小龙呢，它的特殊能力是飞。圣灵的那个小主角呢，它是可以粘墙反跳啊，当然呢也是作为绝对主角之一啊。然后再有呢就是小耗子，小耗子呢是整个游戏当中体型判定最小的人，也是可以在墙上直接行走的人，同时也是攻击力最强的人，没有之一啊，攻击力非常的强。然后再呢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那个石头大猩猩，这个石头大猩猩呢有点像那个神奇四侠里面那个石头人，是不是啊？也是像那个石头人了啊。而这个我们看一下，石头人这个人呢，他移动速度非常慢。但是呢，他呢，由于这个身体非常坚硬，血量也是非常多，他可以呢踩到别人踩不到的地方，这个就非常屌了。就是这个把4个人物啊全都打完了之后，知道吧？这就很屌的啊，很屌的。你看，就这个，咱们看看啊，这个蘑菇，这个蘑菇跟这个人体的某一个部位很像。小狼呢，这个部位跟它也差不多啊，前面非常的大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肯定是还带上了一个狼牙套啊。它这个带上狼牙套，然后呢，这个才会出现这种形状。这个一般人吃不消的啊，一般人肯定都会求饶的。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，反正这个意思。好，直接过图。这里面一定要吃一些加血量上限的。小老鼠虽然说攻击力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变态的，没有之一，但是呢，它血量非常少，一个不小心就死了。但是由于咱们能吃血量上限，如果咱们人脑玩的话，我建议大伙怎么玩呢？你可以选择用这个。但凡加上限的人都切换成老鼠，用它去吃，这个就最好了啊。好，这个小杰瑞，这个颜色呢就是灰色老鼠，就是杰瑞的那个小侄子啊。好，这关呢是4个人都达到城堡了之后呢，开始接任务。然后呢，这个4个人接到任务呢，准备去这个救人啊，准备去救人。可是呢，这个小龙呢，他不服咱们这个圣灵的管教，他说不要个逼脸。凭什么你是老大啊？就像那个对吧？就像那个高峰说的似的啊。高峰跟那个郭德纲说，跟那个于谦说凭什么凭什么他是大阿哥啊？凭什么他是大太子啊？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不服就对着干啊，用实力说话，焦点访谈啊。最终呢还是服了啊，还是服了。而且这个小龙呢，最后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现身。他最后呢跟 BOSS 呢同归于尽，但尽管呢还是活下来了啊。因为这种游戏呢给小孩玩的比较多，所以说呢这种游戏呢一般呢大团圆结局啊还是稍微多一点的啊。好了，看看，连续往前跳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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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。好，你看这老鼠的血量上限也是4个了啊。这里面血量上限啊，这个作为咱们人脑玩是一定要吃的。小老鼠确实猛啊，确实猛！你看它秒 BOSS 怎么秒的啊？这个 BOSS 的第一段跳过来，滋，直接秒掉。然后换成野兽，我们看看，提前放，好，然后跳起来换这个，直接换成石头人，然后再近距离怼一下。反正呢，肯定是要费点血啊。有的时候很多小伙伴不愿意费血去打，愿意躲着打，反而呢，有的时候你躲着打吧，还死得很惨，还不如就跟他拼。这个地图呢有点这个隐形效果，所以说对于咱们人脑来说呢是有一定的挑战啊。又吃了一个血量上限，6格血量了啊！但是该补血的时候要补血，没有补血，你血量上限再多也没有用啊，对吧？好，
直接给这儿啊，看起来像穿墙一样。好，这个 boss 我们看看，他掉中间的时候放好这一炸，你看这个攻击力非常变态啊！这一堆这个骷髅组成的怨念，老鼠可以倒着这个站在这个墙壁上，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啊。好，这个游戏非常贴心的还给咱们的一个密码，也就是说以保证你，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现在玩着玩着有事儿了，想把这个机器关掉啊，想关掉怎么办呢？你下回你来玩，从中间玩，他怕你对吧，就不想从第一关开始玩，那给你一个密码，把密码记住了。有很多游戏都有这个，包括人间兵器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用处不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吃的这个血量上限呢就没了。你尽管是可以直接跳到这一关，但是血量上限没有了，也不太好玩，对吧？你血量不多，你就2滴血怎么玩？这个什么游戏《圣灵传说》呀，《圣灵传说》小的时候没玩过啊，应该说也没有什么童年了。这个游戏当年的卡带，我觉得应该是挺值钱的，因为这是一个高质量的游戏，它要剧情有剧情，剧情也出色，游戏设计也出色，在冒险方面上也做得非常完美。但尽管呢 bug 也一样是多啊，一样是多，而且你看它每一个人物的专属音乐都不一样，对吧？你选老鼠就是这个音乐啊，然后你选这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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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主角的音乐。这猫和老，这不是猫和老鼠啊！猫和老鼠呢，好多人也没玩过，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带弹簧床的那个是猫和老鼠，其实不是，弹簧床那个不是猫和老鼠啊，那应该叫快乐老鼠啊。好，变身成为武士，照样是梗啊。秒杀打 BOSS 方面上啊，还是一样的玩法，但是呢，你要是这个，如果你们好像我记得是7分钟就能通关啊，就是利用那个穿墙的 bug， 是真的变态。或者说你玩那个什么，如果你玩脱狱的话，好像脱狱也可以直接穿墙啊，也是非常赖的这么一个版本啊。这个游戏跟睡梦英雄像，但是睡梦英雄只有小孩啊。小孩呢，咱们虽然说有很多能力，但是你给那个咱们那个，比如说哆啦 A 梦不有一个道具叫桃太郎的种子是吧啊？桃太郎那个种子如果喂给这个小动物吃，你就可以变身成为它，也是有很多能力，但是它呢是变身。而不是说像这种直接可以换人的啊，因为你换完人之后真的是4个人物，你还有血量的，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它跟睡梦英雄呢挺像又不像。睡梦英雄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没有这个游戏的机制强大的啊，它没有这个游戏的机制强大啊。好，你打 BOSS 的时候音乐非常嘚儿，这关你可以看到底下这个一下就直接就震掉了，然后咱们站在这顶上。正常很多人都要用龙去打，如果你用龙去打的话，它可以飘在空中，然后直接那个什么，对，一顿突突。咱们跳起来之后呢，摁住了之后呢，可以在空中啊漂浮着，很厉害。好，打完 BOSS 之后，底下这个东西又出来了啊。龙呢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蓄力的，它可以蓄力之后把自己变成红色状态之后呢，喷出去的这个伤害也会变多变高。但是呢，也就打这关的 BOSS 啊，用到小龙嘛，大多数是用老鼠的。为什么可以秒？首先老鼠的秒呢是用炸弹，它本身就伤害高。如果你要用龙的话，它不是秒，它只不过是射速非常快。因为像这种带有射击啊、带有飞行道具的这种子弹的时候呢，是这样的，你离得越远，它的射速就会越慢，因为它的设定是你打出来1发或者2发或者3发子弹之后，比如说2发子弹，那么它就会直到在屏幕当中消失了之后，你才能消失了之后你才能再继续发，这个叫有断续，我们俗称叫有断续。如果是无断续的话，就子弹可以一直发啊，这个叫无断续。那像刚才那种情况下，怎么才能无断续呢？你离得近，它这个子弹呢命中了就会消失，所以说我就会一直这个，所以说看起来像秒杀一样，其实就是因为离得近，贴着肚皮打，贴着你的眼睛打，就是这个路子。好，来看看，好，又一炸，这个死神先给一刀，这个像不像那个西游记世界，也就是俗称为西游记，就是咱们小时候玩那个可以买滑板，可以那个找金箍棒，可以买刀还有盾牌的那个，大家伙记不记得啊？那个游戏有很多迷宫，最后一关迷宫不会走的那个，每次一通关有个小和尚告诉你迷宫怎么走那个啊，那里面也有这个怪物的，长个翅膀，挺像个老虎似的。
好，哎呦，这个箱子可以动，而这个箱子当然是个人脸，一个人脸的砖块啊，不能叫箱子。这个人脸的砖块，大家伙看起来像什么？没错，你没有想错，你想的跟我想的绝对是一样的，就是 FC 游戏当中的那个叫我王之冒险火之鸟里面的那个箱子，咱们吃完之后还可以当做垫脚的东西，很像是不是啊？啊，看看，这音乐非常的诡异啊！咱们是去完成任务去救人的啊，当然你懂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哥们儿变身成为一个披风侠，都是披风啊，没有披风不会玩。好，这一炸石头人，怼着打小老鼠，直接爆了。梆梆梆梆。好，接下来，无论你换什么人物啊，它的音乐都是这个人物了。其实音乐呢，甭管是电影、电视剧还是游戏，它都能给游戏者非凡的体验的。比如说有点难度或者有点恐怖的游戏，它就会把这个渲染的非常好。你玩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是能身临其境的感觉。音乐这种东西绝对是画龙点睛的作品啊。没有音乐的游戏玩的肯定是玩的不爽的。好像这种情况下，几乎就是把所有的 BOSS 全打一遍的感觉，而且又会变得非常难。这个很多人觉得很简单，其实不是这样的啊，因为咱们放的位置非常准确，提前放的情况下，好，还剩一格血了，老鼠也是要极限一点的，该躲是要躲的。老鼠呢判定非常低，所以说呢无所谓。过了一个地图之后呢，追着咱们的子弹啊都消失了。好，吃一个血就够。为了节省时间啊，就是那些血正常一个心放在那儿，咱们正常要把血补满的，他就是不吃了，因为耽误自己跳。好，看看，基本上就是把所有以前的 BOSS 打一遍，所有的闯关游戏都有这种效果啊，都有这种效果的，没有这种效果肯定是白扯啊。飞驰，好，跳起来。啊，又是他，先放2个炸弹啊，3个炸弹，然后换成小龙，一顿怼。小龙，这小龙多可爱啊！泡泡龙。小时候我小时候还玩，哎，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啊，可以卡住这个地图。因为它默认底下那个砖块是消失了，但是呢，只要打完 BOSS 的时候，砖块又出现。只不过呢，它判定你已经通关了，所以说你没掉下去摔死啊。好，老鼠可以勉强走，所以说这个非常赖。有的时候像这种剧情，它的这个背景啊，整的非常的宗教，非常的好。我们看看。这哥们儿刚开始还能看见，瞬间啊，有点像那种哎，这个宗教那种大主教的效果，是不是？就直接秒。然后我知道你能变身，别闹啊！知道你能变身，来吧！好，手里拿着一把这个倚天剑，倚天不出谁与争锋，有倚天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好，哇！他先用那个石头人扛一波伤害，然后再搞。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好，我们看看这样的话，最终怎么说啊？他们说，赶紧跑啊！这时候赶紧跑的，他是要这个自爆。所有的这个你没发现啊？很多这个就是 BOSS 啊，或者说这个坏人，一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输了不要紧，我死了不要紧，你们想跑门都没有啊！就给你们搞死，像恐龙快打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最后你看有了这个铃铛了。拿到这个铃铛之后呢，那个 BOSS 啊又活了，看见这 BOSS 活了，一刀，直接一个替身之术，啊然后一个推，这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牺牲精神，这就是牺牲精神。好的，把铃铛抢回来了啊。他们说，哎，是吧？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怎么回事？好。这个很多人都以为死了啊，其实看到这儿呢，大家伙有没有印象？如果有人玩过那个《使命召唤》的话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使命召唤7》。《使命召唤7》里的剧情，最后那个伍兹为了救那个 Mason 啊，为了救那个 Mason，他就直接就是
他就跟那个 BOSS 也是像这样啊，同归于尽了。但是当时我都以为死了，后来我玩《使命召唤9》，发现这个伍兹最后还是活下来了啊，真的是很厉害啊！这我实话实说啊，就是作为这种牺牲精神啊，很屌的。好，那么也是感谢我们的 GRQ 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个演出，这是全程不用穿墙 bug 的14分钟13秒通关。同时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，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明天再见。